用占星术揭开事物的神秘面纱。大家好，这里是星象探世界。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来分析一下2025年春季日月食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日食和月食会带来重要的转折点，它们像是宇宙的加速器，推动我们面对现实做出调整或者迎接新的变化。日月食会带来结束、觉醒或者是新的开始，让我们放下过去，清理不再适合的人事物，也会带来突如其来的领悟和决策。那么今天这期节目，我会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谈谈这次日月食的影响。首先，我们会先迎来3月14日发生的处女座月食，然后呢，又会迎来发生在3月29日的白羊座日食。那么这次日月食的影响范围可以长达1年半左右，一直持续到2026年8月。宏观来说，3月14日的处女座月食可能会成为全球经济、金融市场、劳工权益、健康危机之类领域变化的前兆。这次月食落在代表精细和务实的处女座，而且会受到土星的影响，所以会引发全球范围内的监管收紧，还有社会问题曝光。那对于金融市场来说，因为处女座是掌管数据分析，也和危机管理有关，所以月食的到来就可能会导致市场避险情绪上升，像是美元、黄金、原油之类的避险资产就可能会出现波动，特别是在美联储还有欧洲央行利率调整政策的前后，就会有比较大的市场反应。而且土星它会带来一种收紧的效应，所以就会让各国的财政监管加强，很多人也会对不景气和市场的回调产生担忧和情绪。但是呢，我们可以把这次月食看作是一种时代还有技术更替带来的洗牌过程，也就是市场调整。那处女座因为本身就和劳动还有服务相关，所以说这次在劳工市场，特别是服务行业，就有可能会因为月食引发一些剧情，比如说像劳资纠纷、罢工潮，或者是就业市场的一些调整。那特别是在工作时长还有雇佣制度管理政策上面，就有可能会有新法规出台。那因为土星的影响，我们也需要留意重大的劳资纠纷、罢工，或者说因为萧条、不景气和行业停滞带来的裁员潮。全球经济呢进入了一个紧缩周期，或者说会面临更严格的监管，所以部分行业会有裁员或者公司重组之类的剧情。那么因为这次处女座月食触发了土星双鱼的能量，那么就会对外贸、海洋领域以及战争谈判带来一些影响。土星呢，最早是在2023年3月进入双鱼座的，而且会停留到2026年2月。这次月食就会强化土星双鱼的课题，比如说各国会加强对进出口的监管。那么这次月食可能会让各国在处理国际冲突和谈判上面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如果需要缓和紧张局势，就需要深化细节条款，进入一个真正的协商阶段，用比较细致的外交手段解决争端，避免冲突升级。那么接下去就到了3月29日的白羊座日食。这次日食呢会发生在白羊座9度，本身就靠近北焦点的位置，所以就象征着全球局势会进入一个新的周期，特别是地缘政治冲突上面可能会有重大变化。白羊座本身就是和战争、军队、侵略性相关，所以在日食的催化下，就有可能会加剧已有的冲突，让领导层采取比较激进的外交和军事策略。比如说现在进行中的俄乌战争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白羊座日食也会带来强烈的自我意识，因此会推进全球各国的觉醒，让各国重新开始审视对外依赖的战略，因此去全球化的进程会加速发生。这次日食象征着自主与独立的崛起，说明依赖传统盟友和国际合作的时代正在走向尾声。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很多国家都会开始意识到，只有依靠自身的科技、技术和创新能力，才能在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像一些发达国家近年来大力扶持本土高科技产业，新兴经济也在加速自主研发。白羊座日食就会让各国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更注重自身国家利益，推出一系列独立自主的改革措施，减少对外依赖。所以呢，就会出现外交战略的调整，也可能会加剧外贸的摩擦。各国政府就会开始依靠自身资源，推动自身内部结构性调整和创新转型。
那全球呢就会慢慢开启追求自力更生和独立决策的全新时代。那在白羊座日食能量的推动下，各国就可能会倾向于展示武力，进行军事演习，甚至是在边境地区发生一些摩擦，或者像是提升新的武器装备，投入新的军备预算，或者是新武器的一些测试等等，也不排除会出现战争方面的决策。那么日食一般来说标志着权力的更替或者是重大决策出台，所以部分国家的领导人可能会因为内外压力而调整政策。那么这股动荡的能量，国际关系有可能会进入比较对立的一个状态，国际安全形势呢也会变得更加复杂。比如说部分国家一些右翼势力的崛起，或者是政坛的洗牌，权力交接。在日食的推动下，世界格局呢会进入一个更加不确定、充满竞争的阶段，新旧势力的博弈呢也会非常的激烈，就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军事还有外交格局。那么日食它也有好的地方，就是会推动全球事务的一些重要进展，尤其是谈判领域，因为白羊座的能量充满了快速还有冲动果决的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就会促使各方在紧迫的环境中快速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比如说像俄乌战争的谈判，各方呢就可能会迫于某些压力或者是个人的目标而采取速战速决的策略。3月29日的白羊座日食附近会出现竞争的能量，各方势力都容易捍卫自身利益，争取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占据有利的位置，所以很难做到真正的公平，各种利益冲突可能会不断激化。但是这次北焦点日食会带来转机，它推动各方在激烈的竞争中不得不迅速做出决策，在短期内实现利益重新分配和局势突破。所以这次日食也为全球局势注入了一股改变现状的动力，比如说快速达成停火协议或者是其他的方案。这种快速推进的态度虽然有可能会突破长期僵局，但是也有可能会带来缺乏长远考虑的结果，不够深思熟虑。这次日食的能量呢，就容易推动剧情走向追求立竿见影的成果，而忽视了换位思考和全局视角，所以也有可能会容易误判形势，加剧未来的矛盾，就有可能会忽略谈判中的一些复杂性，导致条款不够周全，没有考虑到未来的一些不可预见性，最终会影响到协议落实，或者是签署协议会带来未来的不稳定性等等。所以这次日食就是有一种缺乏换位思考的能量，很难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做出符合他人需求的和谈。与此同时，金星呢已经逆行回了双鱼座，而且水星还在白羊座逆行，这就进一步放大了焦虑和不稳定的能量。金星逆行呢，就让合作还有国际关系领域容易出现一些反复无常的局面，谈判中有一些情感因素可能会被带入，而且变得更加敏感。那么水星逆行呢，就会让沟通变得有些困难，在信息传递和理解上容易有一些偏差，导致决策过程会遗漏一些重要细节。比如说因为沟通不畅，导致双方对条款的理解有偏差，进而影响合作的执行。那政治层面的动荡也会引发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尤其是影响科技还有新兴行业，因为白羊座本身就和新兴行业是紧密相关的，所以接下去像是加密货币、人工智能还有科技股以及一些创新企业都可能会有比较大幅度或者剧烈的波动。白羊座日食呢，会推动新经济概念还有一些产品，投资者呢可能会在短期内对这些行业产生很大的兴趣，所以就有可能会推动相关市场出现不稳定的波动，甚至拉起一波新的泡沫等等。那也会推动企业大胆投入 AI 的研发，推动自动化、机器学习之类的前沿技术，也会在各行各业开启应用。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利好，可能带来科技创新企业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但是呢，也会有估值急剧的波动，尤其是初创企业的估值可能会伴随市场情绪波动得更加激烈。那白羊座日食一般来说带来的是一种新的经济趋势，旧经济模式会逐渐被打破，新技术、新模式会让整个产业链重构，而且市场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很多人和企业就会在这一波日月食中感受到，只有在那些迅速适应变化、持续创新的企业和项目，才能在这一波浪潮里面生存下来。全球格局呢，就会因为这一轮日月食的推动而加速变化。
快速的行动和突如其来的突破呢，就会在一瞬间改变国际关系的走向。但是过快的决策会在长期留下隐患，特别是没有充分考虑各方需求和细节。这次日食就会导致各方忽视长远战略，结果可能是短期内看似解决了问题，但是长期可能会加剧对立，或者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尤其是接下去土星即将进入白羊座，可以说这次日月食推进作用会为长期的世界格局埋下隐患。因为缺乏深入的沟通，所以某些协议呢，可能没有办法在执行的时候达到预期效果，或者因为细节的疏漏而在未来陷入僵局。所以很多项目看似会快速进展，但急功近利呢，会带来长远风险。那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又应该如何应对2025年春天的日月食呢？首先，3月14日的月食会让我们感觉到限制、疲惫和压力。比如说在生活、事业还有人际关系上面临一些问题，我们就需要在确定和不确定之间找到平衡。那么这次月食，很多人也会看到一些长期被忽略的问题浮现出来，引发我们的注意，比如说像健康管理、工作效率还有生活的自律性，都有可能在月食期间被放大，所以是我们做出调整的一个好时间。接下去就是3月29日的白羊座日食会带来一些行动力，那也会带来个人主义的崛起。这种个人的觉醒呢，就会让很多人开始追求自我认同，开始思考自我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过去决策如果都是受到外界或者传统观念影响的人群，那么白羊座日食就会推动大家更加寻求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之前我在2025年年运的视频里也讲过，今年开始需要特别关注年轻人群体，这次白羊座日食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节点。比如说大量辞职创业或者灵活就业的年轻群体，以及刚毕业的人群，都有可能会比较强烈的受到个人主义的影响，带来一些独立的行动。那有一些人群呢，也会通过这次日月食优化自己的工作，尤其是像科技还有自由职业数字化领域的人群呢，就可以运用新的技术加入职业发展的快车道。还有一些人群呢，也会做出一些突破性的决定，比如说像是搬家、独自旅行，或者是换一个赛道，改变生活方式。所以今年的日月食非常适合我们跳出舒适圈，去尝试一些新的可能性。对于一直处于犹豫状态的人群来说，这次日食就是一个推动力，让大家迈出第一步，可能就会突然感觉是时候了，所以某些决定会迅速产生。那总体来说，这些决定是有利的，但可能计划还不是很成熟，所以在将来呢，还需要做出调整。那么对于个人来说，这次日月食非常适合鼓足勇气去尝试一些新计划，比如说以前一直想做但没做的，或者是去清空购物车里面存放很久的愿望清单。现在跨出一小步，其实对未来来说已经是一大步了，因为万事开头难。所以这次日月食的能量，我们是有可能会创造一个良好开始的，但是也需要三思而后行，因为日食期间情绪容易激动，对于重大决策还是需要谨慎。我们需要用处女座月食的能量来做好细致的规划，总结经验，思考过去失败经历的规律，来查缺补漏，或者说获得更多信息和数据来支持我们想做的事。因为2025年土星也即将进入白羊座，所以我们需要避免后继发展不足，或者一些问题在后期才开始暴露出来。那么这次日月食的能量很明显，很多人会经历一些心路历程的转换。比如说处女座月食呢，就会让我们对生活中一些被限制、委曲求全，或者是不得不付出和承担的部分感觉到有些不满，因此是情绪容易波动的时期。而到了白羊座日食的时候呢，又会让我们个人的独立意识增强，更关注自己的需求，而不是迁就他人。所以很多人群会在这个时间很勇敢地结束不健康的关系，或者说在关系中设立更清晰的界限。那么这次日月食也会让我们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因为我们会感觉到身心很敏感，尤其需要多关注心理健康和生活方式的调整。那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很有利的一个时机，可以让我们用最饱满的精神去迎接接下去的篇章。